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四姨太看到有观众评论说，华晨宇的歌只是高音，一成不变，没有新意。但是华晨宇的粉丝很少像别家粉丝那样为华晨宇鸣不平，因为粉丝听到的不只是高音，更有每一道气息里传达出来的众多情绪。从来就是这样，华晨宇的粉丝无所谓别人的想法，很少跟朋友或者身边人安利华晨宇。在这颗星球上，华晨宇和粉丝像是一群孤独的人，抱团进行盛大狂欢。网上有人说，歌手当打之年节目组为了制造节目爆点，故意拉低在前几期多期排名第一的华晨宇的名次，来达到淘汰华晨宇的节目效果，给节目制作话题。这个我们姑且不谈。在我是歌手之当打之年第7期结束之后，节目组公布了本期的前4名。第1名是米西亚，米西亚演唱的是邱意浓日文原版请别走。正如洪涛所说，邱意浓在华语乐坛有着属于自己的江湖地位，米西亚演绎的请别走从情怀上来说也可以博得一票。第2名是徐佳莹，正如梁田所说，我们的歌单里终于有了一首可以单曲循环的 Last Dance。徐佳莹的这个版本的 Last Dance 韵味十足，相信会成为很多人歌单里的单曲循环。第3名是周深，周深的名次一直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周深选的歌一般都是完美贴合自己的声线，这一次的有可能的夜晚依旧惊艳。第4名是吉克隽逸，吉克隽逸的实力完全可以当首发歌手，台风实在是太过于突出了。随着前4名的揭晓，华晨宇本期的排名注定只能是后3名了。而上一期华晨宇排名第5名，2期华晨宇都排名后3名。为什么在前5期犹如大魔王存在的华晨宇会有了如此大的滑坡呢？其实这与华晨宇曲风的改变有关。上一期华晨宇演唱的是神树，这一期华晨宇演唱的是降临。这2首歌是华晨宇还未发表的新专辑里的歌，目前音乐平台上还没有录音室版本。这2首歌华晨宇再次大改曲风，从神树的末世到降临的希望，华晨宇用了大量吟唱的唱法。用华晨宇声乐小课堂的知识，华晨宇在降临这首歌中运用了雅乐音阶，里面的词呢比较的简单，大量重复，完全通过旋律抓耳。说实话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，或者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这种曲风的改变，因为这2首歌的曲风在华语乐坛一点都不主流。虽说华晨宇的音乐从来都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而创作的，但是这次的这2首歌对普通大众的音乐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能够 get 到华晨宇想要表达的情绪和思想的，会特别喜欢这2首歌。但这2首歌真的不会是那种全民都会喜欢的歌曲，连萧敬腾听完华晨宇的演绎都说花花已经升华了。可以看到，连萧敬腾对华晨宇曲风的改变都持一定的保留意见。在歌手这个舞台上，如果说周深一直都在选择贴合自己声线的歌，将最好的自我展现出来，那华晨宇就是一直都在做自己。他所忠于的一直都是自己的内心，其实他觉得这2首歌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他就唱了，至于结果如何并不是他在意的。早期华晨宇的歌是对自我的认同，是寻求认同，因为华晨宇童年的经历，他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孩子，一直都是一个对人生对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人。但有了名气之后，花花不再需要寻求认同感，他思考的东西更多了，甚至上升到了哲学的地步。世界会走向终结，但希望和光一直都在。华晨宇大可延续自己一贯的风格，稳扎稳打，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他就不是华晨宇了。正如本期奇袭他的太一一样，太一奇袭华晨宇的理由是，我就要奇袭下拿下第1最多的首发歌手，而华晨宇在歌手的舞台上为自己发声就好了，因为他早就需要我是歌手当打之年来提升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。有人说华晨宇快男出道，看起来也就是个青年歌手，凭什么压过了日本天后米西亚和首发阵容里资历更老的徐佳莹、萧敬腾呢？他能拿这么多第1，一定是有黑幕。说出这些话的网友大概不怎么了解目前华语歌曲市场情况，不急，姨太今天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。抛开粉丝的吹捧和黑粉的愤怒，从各项数据中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华晨宇。先说第1条，华晨宇凭什么能在歌手拿第1？事实上，翻开华晨宇的履历，你会发现在国内众多的歌唱节目中，歌手并不是他第1次力压众人夺冠。2013年快乐男声，华晨宇拿下冠军出道，当时的评委是公认的在音乐上有独到见解的宇琛。
2016年《天籁之战》第1季开播，华晨宇帮唱素人歌手成功拿下该季冠军。同场歌唱竞技的嘉宾是莫文蔚、杨坤和费玉清，但3位前辈都对华晨宇赞不绝口。2018年歌手华晨宇在与同期嘉宾 Jessie J、腾格尔、汪峰、张韶涵、李泉、KZ、张天、苏诗丁的角逐中拿下亚军，仅次于英国金牌歌手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华晨宇是作为第4期补位歌手上场的，而他一上台就打破了大佬 Jessie J 3连冠的格局。如果是一直考59分的人突然考了90分，那确实有疑惑和争议。可一个总是考90分甚至有过满分的好学生，也要被误解和阴谋论呢？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。第二个争议，流量和实力一定是矛盾的吗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在粉丝心里，自己的哥哥姐姐怎么看都是可盐可甜，实力强劲，但在大部分冲浪路人心中，总有流量等于实力差的刻板印象，依然是数据说话。首先，华晨宇的人气毋庸置疑，他是第一个能在鸟巢开演唱会的90后歌手，9万人的场馆，门票仅用了1分56秒就全部售罄，加场后2分59秒依然全部售罄。2019年，华晨宇成为在体育场开4面台连开3天内地第一人。第一场门票65.6万人参与抢票，3秒售罄；第二场门票183.8万人同时在线，5秒售罄。发行的专辑也交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单。除了实打实的数据外，国内国外的很多知名音乐人对华晨宇的评价都非常高。2016年，华晨宇还成为了妈妈亚洲最佳艺人大奖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。此外，还有说华晨宇风格单一的，本着实事求是、严谨吃瓜的原则，一太认真地听了华晨宇这几年的现场。前几天出圈的我们，典型的慢情歌。华晨宇本人的代表作也是影视主题曲《寒鸦少年》，是少年热血的经典摇滚。经他改编的《双截棍》和《南屏晚钟》风格迥然不同。到了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啊，不难听出一种与世和解的治愈感。虽然在我看来，作为歌手能唱好一种风格已经是种莫大的成功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过去的近年中，华晨宇确实做了很多多元曲风上的创新与尝试。提到华晨宇，一定绕不开他身上领军唱作人的标签，也正是这个概念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标签只是一个人的外在标识，而且在华语乐坛，这类的标签由来已久。4大天王、4大流量、情歌王子、殿堂级。一来直观易记，相关媒体便于报道；二来呢，标签也不是凭空问世的，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大部分人认可的。而华晨宇的这个标签，与其把它当作是吹牛和炒作，不如理解为乐迷们对当前乐坛低迷现象的期待与鼓励。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歌手敢于创作、敢于创新。我们希望能听到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。我能与我是2个境界，我能是获取更多，而我是意味着你要舍弃很多。作为听众来讲，找到共鸣容易，直面灵魂却很难，心动容易，思考很难。所以花花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路，懂他的是志同道合的人。真心希望花花能坚持，他的音乐已经往艺术上走了，没有达到一定的精神层次的人是很难产生共鸣的。不管别人怎样，反正仪态是很喜欢神树和降临这2首歌的，大气磅礴，很高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